OK，Hello，大家好那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邀请到这个有云校长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些话题跟内容。对，那只是说在一开始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刚开播所以我们可能陆陆续续会有人来进来这边，所以待会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讯息啊提问都可以让我们来知道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那如果说在这个如果说发现听不到声音的时候，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就说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随时的做这样的一个声音的监控。OK， 好，感谢大家OK， 好，那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这次会特别想要邀请这个有云校长来做这个分享其实某一个程度上啦，我自己是抱持一个就是因为我很尊敬这个永云校长在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之前我很感动的事情是我前一阵子我刚出了一本书，对，那我就是写了一封信问一下永云校长说那可不可以有一些机会可以帮我们写个序这样子。没想到永云校长二话不说马上就愿意来帮我写这个当中的一些推荐序这样，而且是写的相当的用心。对，那我就会觉得说校长真的是一个很有热情很有一个就愿意持续去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习性。那看着他过去在网络上的这些分享，然后还有在接下来当中他的这个退休之后，对，我发现他在退休之后他有很多的这些计划想要来做。对，那我就想着那其实应该要找校长一起来做一个访谈的节目这样子。那在想到最近大家最常遇到的问题那常常会看到每一年暑假一定都会有这个所谓的行政荒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说来针对这个主题当中跟大家聊一聊。那我想要是一开始的时候先让永云校长先帮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因为我们可能有些频道可能有些是学生啦比如我们以高中生为主，那一些家长，那永云校长要不要帮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些过往的这些经历呢？好，世琴老师还有我们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新大附中7月31号刚退休的校长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我很早就退，其实我也不早了我今年也是56岁了那我服务教育界大概有30多年了，那今年是刚好完成我14年的校长生涯我前后服务过2个学校第一所是在台南的新丰高中，那第二所呢是在我们台中的国立新大附中那前一所是待了6年，这一所是待了8年那我很开心啦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经历过2个学校，很幸运的我这2所学校我都带出还不错成绩出来那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在当下去也不是不行可是我就想说应该给自己的人生有多一些的不同的尝试所以我就想还有很多教育上的这些事情，我也想在行有余力的时候，我现在体力正好，经验正丰富我可以出来做一点事情那这个东西算是对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拼图再把它给拼上去。所以我今年8月1号我就从校长的公职退下来那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参加世奇老师的这个节目了那他的节目我一直有在关注其实刚他说了他的新书我写序，其实因为我实在是很感佩世清老师他在前一阵子，尤其是我们新考招刚上路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志一同我那时候也有做了一些节目那主要是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同学对这个部分非常的迷惘。那我觉得世清老师做的节目又比我的做的又更精彩了他讲的非常详细，所以我都跟很多的家长还有同学都有推荐除了看我的严选好学之外，应该也要多看看那个我们那个云端辅导室，他讲的更好我这时候就是特别要讲一下，其实刚刚校长提到他的这个严选好学的频道，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刚开始，其实刚进入这个YouTube 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都会去看别人
在分享什么这样。那大部分我找到的就是这一类的这种升学辅导主题，大概都是补习班。等于说，其实我看的其实并不是，就是觉得说，哎，可能好像就少一些东西这样子。那直到我看了校长的频道烟熏好学，我心里想说，这也太扯了，这是校长吗？想说这个第一个他的对，就是说，因为我想象中的校长其实是很忙碌的，而且他在这个就是当时其实他不仅有高中的升学辅导，还有我记得一开始最有名的应该是国中会考的那支影片啊，第一支，对，我想哇，这个很精彩，而且这根本就是学校的辅导老师才能够就有这样的等级的内容，就是说怎么可以了解到这个这么详细？那我就特别很想要问一下校长，那个时候你这么忙碌，那你怎么还会想要花时间在经营这个？而且这个应该是没有获利的，对，你怎么会做这一件事情？就是真的蛮让我好奇的。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啊，为什么不做？但是的确啦校长的时间他就真的是非常忙我白天的时间是不太可能因为白天的公务也很多那我大概工作的时间就是下班回来之后洗完澡啦，然后8、9点我就可以开始工作了那思清老师做过节目知道吗？我们要做一集节目，我们必须要先写脚本，对不对不一定是按照脚本去念，但是我们总是会要先拟一下我们的稿。但是我觉得在做这个东西的过程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伟大，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过程，其实我们是希望说，去帮到未来我们像我刚刚说第一集是做那个国中会考选填志愿的参考那一块我们主要是也一方面也是服务了我们即将入学的一些家长跟考生，然后那做着就发现说，因为我们随着新课纲上路我发现家长对这部分是非常的迷惘其实不要说家长啦，我们线上的老师我们学校里面的老师假如他今年没有带高3班的话，他也不见得对升学制度，思清老师之前在辅导室应该更有深刻印象嘛，就是说他们不是每一个都对于所有的管道都是真的非常熟悉所以更何况我们的家长其实他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高中生的家长几乎都是联考时代的啦，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多元入学是陌生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说那种彷徨无助，还有他会跟他的孩子会开始有一些的认知上的冲突那这个部分就是我希望去帮助他的。我从我平台的后台去看我也跟你透露一下，几乎都是家长在看。对，你的节目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应该大概都是40到45岁的家长。对，你看那个家长多辛苦，我觉得他们多焦虑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是在做功德。做功德就是帮助这些家长帮助家长就是帮助孩子可是你怎么没有想说要让下面的主任或组长去做？不敢这个你自己做过节目知道这个东西很累的。然后他的白天的工作，你知道现在行政的主任跟组长的工作有多繁重我实在虽然我知道说这件事情对学生还有对家长是有意义的，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加工作给他们了。而且这件事情来说的话是这样子，就是这件事情可做可不做，对吧这种可做可不做的工作，我就不敢加给人家了。而且更何况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也没做过，我就不确定他会不会成功因此这个事情就是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己来吧，自己来。我觉得虽然辛苦一点，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辛苦还是有代价的，我自己收获也很多所以其实我倒不会很想要刻意去强调我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付出。其实
做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我自己成长也很多。OK，对，那就刚好就是提到这个区块，其实刚刚校长有提到说，其实这种因为学校的行政事务是相当的繁琐的，而且对，很多繁琐工作就是有些东西是不一定是，因为它并不像外面的企业说，我们多做一件事就是多给个薪水，对，它就是不太一样的工作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有些人其实在做这个面对这种行政啊，这个压力上面，其实会觉得哇压力很大，做不了这么多的事情这样子。刚好我们就切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啦。在整个寒暑假期间当中，我想对于学校的校长甚至主任来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找不到人做行政这件事情。校长要不要先跟我们讲一下有关于就是就按照你的理解当中，对于这个因为其实有一些大部分的学生跟家长可能就会认为说啊，老师寒暑假就是有寒暑假很轻松这样子，对，但他不晓得学校其实有一块行政人员。对，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些行政老师，就是他们在平常的工作那量能上面，还有在寒暑假期间当中，他们的形态大概是怎么样子的？这个刚刚事情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哈，像我爸爸妈妈哈，我爸爸妈妈就自己的家人哈，因为他们也不太清楚学校哈，我每一次暑假要去上班的时候，他就说：“哎，不是都已经放暑假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去上班啊？”每一年问哦，我们的邻居在电梯里面也每一年问我这个问题，所以你可以想象哦，我们的行政同仁也每一年被人家问这个问题，多心酸啊！他的同事可能现在在泰国啦、日本啦，他可能在学校里面要排课当然我不是说老师就很轻松了，而是行政，假如说真的那么迷人的话，那么有人想做的话，今天不会有行政荒的问题。不过行政荒的问题，我个人对于这个制度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们今天先谈，如果等一下有时间我再聊我今天先谈说，在现有制度里面，我们怎么去让学校的行政团队是尽量能够稳定的我想第一个观念我谈一个我个人的看法行政其实不是找出来的行政是要去磨出来的。磨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你去找人家出来做，通常讲都不会一次就达阵的，你都要去磨好几次三顾茅庐，多去跟他邀请。所以我的习惯我都会提早去开启这个行政的邀聘的作业。我大概就差不多每一年大概3月的时候我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就是刚过完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才刚过1个月了，我就开始在做下个学年度的邀聘了那当然第一个先邀主任嘛，我大概校长我会先把一级主管先找好，然后我要留比较多的时间让主任再去找他底下的组长这是一个。那最近刚好除了校长们在找行政之外也有很多的学校是那个新任的校长那这些新任校长呢，我的建议是可以的话就尽量沿用原班人马，除非就是前一任留下来的一个团队了为什么呢？因为刚去一个学校，其实他对于新的学校，其实除非他很熟悉啦，那是另当别论。但是大部分现在目前的制度都是新校长去就单枪匹马一个人，很多时候你到了那个地方还是人生地不熟，所以你根本不认识多少人，所以你怎么知道接下来你要找的人是会比现在的更好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呢你也搞不清楚他是想要留任还是不想做了事情这边我就要说，有些时候他跟你说不想做，其实他还真的不是真的不想做。有些时候他就跟你说我不想做，但是你还真让他不做的时候，他还真的有一点意见，他会觉得你不重视他。他有些时候他只是跟你在怎么讲，发发牢骚而已，说我好累。他其实需要是我们给他一些鼓励肯定这个看人那所以新任的话，我会建议原班人马如果你要换人的话，也不是不行但是我会建议是说，有几个顾忌的第一个就是切记不要情绪用事，就是你不要因为跟那一个人相处不好，或者他不讨你喜欢，你就把他换掉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
意气用事。第二个呢是不要更换的太频繁。你不要一年换一个，一年换一个，这个学校行政不会稳定。第三个呢，我是没这个勇气的，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校长很厉害他一次5上5下，是打篮球吗？不上我觉得他太强了就是我是建议说不要大幅更换因为有些时候我会容许让他们休息一下，但是呢，我大概就是比较稳健的，就是一次换一个让他休息一个。我很少让他一整大批全部休息，然后再换另外一批上来。这可能是我个人比较保守的问题了那还有就是说，我会跟一些校长同业分享说，其实有些时候不要去嫌你的主任组长不好用我们常常看人家不好，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不太完美你嫌人家很多工作不如你的意，其实搞不好我们的领导人家也觉得不太好所以其实人在看别人的时候，都会用比较严谨的态度去看。我觉得我们当校长的，有的时候要换过来思考，就是说，这样子有的时候对方的不好，有些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去包容他，而且搞不好人家也包容我们很久了所以我是觉得换了未必更好那这是我的看法了那这个是找人那如果是找了人之后，像我的习惯是刚刚说的，我很少去大幅度的更换所以你就要涉及到要去把人留下来做了1年之外，我还希望他做的第2年第3年。像我学校行政的团队，大概至少都一个职位，到至少他们要做2年2年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基本那你要怎么去留他呢？有几个我个人摸索出来的一点心得当然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去包容，你要去尊重人家我不太喜欢，就是说，因为我看过有一些校长就是很容易会去责备人家，我也会啦，但是要尽量忍住，因为毕竟有些时候我们还是有脾气，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小心去责备人家之后，我们要跟对方说抱歉，刚才我们的口气稍微比较重了一点，即便对方可能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当首长的你自己要有这个海量，先低头没有关系先低头没有关系再来一个就是你要去授权我也建议说校长们不要去把底下的事情管得巨细靡遗像我基本上我就会比较授权给我们的一级主管，处事就归他管嘛那他这样做起来他才会比较有成就感。你没有成就感，像思清你现在在做自己在做自媒体，你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成就感。那一样的，我觉得一个工作如果我们的主任组长他做起来没有成就感，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想要继续做吧这是我大概觉得找人留人万一真的留不住的时候，我觉得做到以上这些事情的话，就算他离开我们也不会遗憾，而且是好聚好散的像我这些年下来，我离开我就暂时离开团队的，有些时候他还回来我回来就是因为代表我们并不是因为不欢而散，而是好聚好散。我只是让他先休息一下，就像那个雁行理论一样，你让他先休息一下，换别人顶上来一下大家互相有一个轮替嘛，这当然是我们最希望的一个样态了。刚刚校长其实有提到，其实在找人的这件事情当中，并不是就是期末了才去找，其实校长在3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持续的在物色相关的人选，并且会做一些相关的预备的，所以其实在一开始的这个过程里面当中，就是似乎我们在寻找就是新的行政人员的过程当中，似乎需要有一个提前的做一个准备。那并且在后面当中如何让他留下来，我觉得校长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怎么样让这些老师去找到他的成就感他的这样的一个在做行政这件事，因为他做行政跟通常我觉得老师这件事情，老师其实很想要跟学生做更多互动。就是说身为老师那但是你做行政，他其实会有很多额外的杂事，在面对到这么多意外就是杂事的过程中，怎么样让老师找到他的成就感？不晓得校长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吗？我觉得你让他对于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们都会找他们来讨论然后
我觉得我们要忍住，就是不要马上就出意见。因为你每一次我都先出意见的时候呢，我也有几次也犯了这个问题，然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出完意见之后，他们就不讲话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很有伦理啊，老大都说话了，哪还轮得到我们说话的余地？但是我这种错误我就犯过1-2次之后，我就不再犯了。所以我们每一次，我要谈的是说，我觉得有些时候营造成一个集体决策的体制也是不错的啦。像我学校里面很多重要的案子我其实很多，特别是越重要越复杂的案子，我会找比较多的人来讨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思考的盲点。更何况我觉得有一句话是讲得很好，让听见枪声的人来协助做决策。就是你在第一线做事情的人他才是最知道事情状况的。但是你说做决策最后是我们做啊，没错，所以你要去听他们怎么说。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如果当校长愿意去听他们说的话，他会觉得他影响了我的决策。这个其实有些时候，像我回想我自己在当组长主任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也觉得很光荣，就是说我会有些时候会说，这些案子是我建议的，这些案子是我去研发出来的，这个是一种成就感。那这个成就感就会在，因为我觉得当行政其实虽然说跟当一般的老师他所接触到学生的人数一定是少，我说是直接任教了，但是其实我都跟这些同仁分享说，其实那是教学的接触的人数少，但是你影响的人数是更多的。你教一个班就是影响30几位、40位同学，你教2个班就80位吧。但是你做一个组长、一个主任，你影响的是全校1-2千位的同学。所以其实各有它的影响力了我觉得学校它就是一个组合，它很难说我哪一个人贡献比较大，我觉得就是大家一个共同合作的一个促成像我们之前我们在做课程的时候，108刚开始在研发课程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就给了蛮多的空间给我们的一些的同仁来参与这个事情。那他们也做得很好。我那时候我记得我2016年、105年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学校在新课纲的课程的研发上面进度有一点落后了。那时候我找的团队都很棒，他们就后来居上，把这一个事情把它给完成。我隐约有感觉到了，他们自己也觉得很骄傲。对，他们像有些时候我们有外宾会来参访，那我基本上我都是让主任他们去报告。那报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谁的东西，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东西，因为我们在这个东西做的过程里面都是团队一起参与做的嘛，极少说是只有一个人去做出来的，即便是课程也不是教务处一个人做出来的，对，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学务处、辅导室、图书馆，他都会参与进来做。那我当然是全程跟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授权给他们做主的空间越多，或者他们参与的成分越大，他们累积到的实力、本事还有成就感就会更多。我第一任的4年的教务主任，后来因为做得太优秀了，就很顺利的就考取了台中一中的校长，他现在也做得很棒，非常棒。OK，所以其实刚刚校长有讲到就是说，就是当我们在下面，比如说组长、主任，我们能够影响到上面的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个成就感。其实我都不得不分享一下，其实曾经因为我当了10年的行政，6年的组长4年的主任这样。其实在我当第3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
身为组长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向辅导主任建议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看到一个盲点，我觉得那我们大家可以怎么调整？对，那当时候应该是那种高三考完个人申请结束之后，他会有那个分科测验嘛，以前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学校就是大家就是很分散开来，就是就是有个原班上课这样子，对，那只是后面人就很少，那我就建议说，那其实这个部分它是可以把它集中起来上课的。那当时候其实主任马上就跟我说，这件事情不可行，就是他当时候其实就马上就拒绝我，那我就想好吧，那可能我想的不够多这样子，结果后来过了3年之后，那学校说那这些人要把它集中上课，那我那时候心里面就翻了一个很大的白眼，我想说我不是早就讲过了吗？对，你们现在才这样子，其实那个时候就会，我觉得当下当中并没有去对于这个我们这种年轻的这种行政人员，然后提供一些支持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其实会有一点点怎么这样子？不是早就讲过了吗？怎么现在才看到？对，我们心里会有一个这样小小的抱怨这样子。谢谢你提到这个部分我稍微分享一下其实我刚刚说了就是我们当校长有的时候要忍住不说因为我们每一次都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说错那不说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当然遇见有大的事情我们还是要说啦，但是小的东西我就觉得，即便我觉得他看起来是可以再做得更好，但是我就不太喜欢去在他们做的过程里面去给他们太多的指指点点。我比较喜欢是在事后呢，他们有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发现，然后他们就会说，哎，这个东西如果当初怎么样做的时候呢，或许就会更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在教学一样嘛，你让学生他自己去发现错的，跟你直接告诉他错了，那个学习的深刻度是不一样的。对对对，更何况像我们有一些当2级主管或当1级主管的，这个面子还是要顾的。他有的时候你还是要给他一点，不要我就不太喜欢太多事情都给他戳破是让他自己去说，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但是我都会尽量克制的，但是偶尔我们也会不小心就会讲，就是说，你看吧，我那时候跟你说过了，你就不听我的话，真的这个就是犯错了。这个其实这么说，其实是下次他就会觉得说，好像我在消遣他一样。是，对。那刚刚其实校长有提到说，其实有一些重大决策，它是需要透过这个团队的部分来决策。其实我们就有观众就有发问了，其实他就是在这个行政导师之间当中，要怎么样互相体谅？因为他所在的这些学校，然后他看起来我们这有观众他是待了3间的私校，那发现行政导师之间要凝聚成共识，团结一心，很困难呢。校长针对这个问题上，你有没有什么回应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所以我这么说，可能我们观众不见得会很满意我的回答啦。我只能够说，现在目前的体制是不健康的啦。那我自己做了14年的校长，我算也不敢说是一帆风顺但是呢，你碰到有一些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团队的磨合的时候，我觉得校长要忍耐就像我刚刚说，有很多时候你要忍住你不是只要会发脾气就好了发脾气谁不会？但是你发完脾气之后，并不会对事情变得更好，你只是在更加撕裂这个团队的裂痕而已。那刚刚我们的观众在提到说，特别是行政导师、专任老师，甚至还有其实我们的利害相关人还不止这些呢，还有我们的行政职员还有我们的技工友甚至还有我们的教育合伙人、我们的家长，还有现在学生学权很高的我们的学生，这些人基本上很多时候他们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对不对我讲的就是说，如果大家没有一个，特别是我们大人如果没有一个对于教育有一个共识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些的立场的冲突。
比如说有些时候学生跟我反映一些事情，这件事情我研判起来，我觉得我们学校这边应该要替学生做服务。可是呢，我的行政团队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像你不应该，他就说他会把这些事情应不应该跟人把它混在一起，他会觉得说，我们这样子是在不用对学生太好啊，但是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啊。哦，我这对学生好跟这件事情该不该做是两件事情。这件事情如果该做，跟是学生提出来的，或者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都应该要做啊。哦，而不是说学生来讲了我们才就好像他意思是说不要养成学生说来讲了就有。我说人家来讲了是因为你没做啊，人家才要来讲啊。如果他讲的有道理，我们当然都要接受啊，要去做啊，而不是说只要是在你底下的人，他认为学生就是比较小，小孩子讲了，我大人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啊？这种观念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像这个东西，我们在沟通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要拿捏得很好。不要让那一个行政同仁他又心生排斥感，那但是又能够把事情做下去，这个东西就很考验我们的智慧了哈。那有些时候，难免我们也不见得每一次讲话都讲得那么顺，所以有些时候他就会有类似的那样一个情况出来，我们当然也会不高兴的，不高兴我们还是要忍下来，然后再找个机会再好好再跟他说当然如果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扭转他的想法的时候，当然我还是该用我的行政裁量权还是要做啦。就是那这件事情就是我虽然说了嘛，你就照着做就对了啦。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呢，就是而且我必须说，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我的脸书上面都说我是很幸运的人。我不是故意在那边虚伪的说我非得不把自己的功劳说得很大，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能够平安度过，其实也跟我在的学校大家对我的包容有关系。但是我也很清楚知道，有一些学校真的不是很健康啊，里面的体制文化很差这些我就常常有些时候跟我们的长官说，这个你找我去，我也救不了他。也就是说，这个学校，我觉得一个校长像我觉得我能够去救的学校，不敢说救了，就是我去能够让他有一点点的改变的学校，是他自己愿意自救的学校。他如果底下的人他不愿意自救，就是他觉得都不愿意参与这些学校学生的一些学习活动，有没有这种学校？有的了这种是没救了我必须很悲观的说，这种学校就是没救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刚刚说这几种像导师、行政，然后冲突一定会有的啦因为我跟你讲，老师是最有权威的人你很难让老师不去多讲两句，他讲两句就听一听就好了。因为说你也把他当成老师真的很辛苦，你让他倒一倒垃圾又怎么样呢？那总是你记得把他拉回来到事情的主轴就好了你那些什么他那些什么情绪用语啦，我觉得我都有的时候跟我们同事讲，听一听就好了，没关系的，还是拉回把它过滤掉，那些情绪字眼把它给捞掉，你要听听看他刚刚所建议的有哪一些是可以值得我们来做一些思考的。不过这个东西真的很不容易，我跟你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听的时候不会起情绪的，那还真少了。所以，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团队之间有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有的时候会很轻松的在开玩笑说，哎，刚刚开完这个会听完之后觉得心情很不好，对不对？他说对呀，我刚刚那个谁怎么这么讲话？我说对呀，这样子喝个咖啡好不好？喝一喝，有没有好一点啦？他们比较辛苦啦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协助他们消解一下有的时候是换我在生气，他们也会缓过来会跟我说校长你不要生气了，刚刚就怎么样而已，怎么样的。我觉得大家就要互相帮啦。OK， 其实它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支持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刚刚其实听完校长，我就在面对这些事情，其实你的通常第一个动作就是会先忍耐，不会当下的把自己的情绪外露出来，因为表达情绪这件事情它并不会解决问题。对，先忍耐，然后让厘清整个状况之后，那我们
针对问题当中筛选过滤可能有一些建议啊，然后再做一些选择。对，我想要团结本身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它总是一个过程，不断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我用忍耐这个字眼稍微比较简单一点哈。但如果我们谈说就像我们在辅导学生的时候，我们常会谈到一些事情，就换位思考嘛，对吧哈？但这个理论我们都懂，或者是我们谈冰山理论我们也懂，也就是说他会讲这个意见底下，在那个冰山底下，他有他潜藏的一些的问题，他的立场或信仰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把它推到这一部分去想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就不会怪他们了。你坦白说，你要每一次都忍住生气，最好的方式就不生气。不生气就是说，你试着去站在他的立场去想一下，我觉得那个情绪的成分就会稍微降低下来。有些时候我会想说，老师为什么要讲这个？其实他们很困扰吧。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最近辅以的问题都不能管啊，对。那我们第一线的老师，我有一些老师真的他好认真哦，他好想要把学生管好哦，然后他就觉得说你不能管，那我就看学生穿得哩哩啦啦，我就觉得很想要去纠正他，又不能够对他做任何的行政处分哦。那老师有些时候，我们跟他说，现在教育部的规定是怎样怎样怎样，他有些时候他不是听不懂，他只是他那个情绪就会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在跟我们讲的时候，事实上是在宣泄，对，他在宣泄，他去宣泄。我觉得说，我常常有些时候觉得当校长，你就把自己当做垃圾桶吧，你就让他宣泄，宣泄完之后，我们就看看说，好吧，那我们再拉回来事情的路上，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能做多少哦？你总是要让他倒垃圾嘛，你不让他倒垃圾，我觉得他会很不健康啊。真的就很需要，也需要让这些老师有一些倾诉的一些管道的样子。对，那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比如像管服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今天的就是提纲里面其实有一题啦，就特别想要问的，就是说其实现在因为刚刚总是会听到说，好像目前的在一些政策上面、决定上面呢，可能并不一定这么适合。那尤其是像这样，当整个规定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可是我们老师或者是甚至学校的整个政策上面当中，它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个当然我们可以去安抚老师的情绪，可是面对到这样的一个我想要把学生教好，我希望让我们的比如像新大附中的孩子，他可以是长成什么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图像，但是可能在政策上面当中会有一些限制的时候，面对这种的冲突的时候，校长通常会怎么样去做这个解决的部分？好，我常常跟我们同事讲哈，我说我们是人，不是神啊。我们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很肯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尽力去做了啊？尽力去做之后，你能够做到多少，那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前提是不是说做了，而是说有没有尽力这件事情。好，每一个学校它都有它的发展的愿景跟学生的图像，对，所以这个就是会让每一个学校 A 学校跟 B 学校会经过长久的培养之后，他的学生的整个那个形象，还有他的那个能力看起来就会不太一样我曾经去看过很多学校我就发现说像有一些学校，像我举立山高中立山高中我曾经去他们学校做过评审。那立山高中它是一个以科学为发展重点的学校，科学他们很多学生都要做科展那科展的那个需要发表他的成果那你就会发现到这些学生他被训练的次数越多，我去跟他们访谈的时候，他们学生在谈一些事情就非常有条理这个东西就是骗不了的人，就是说你去培养一个学生，你下了多少功夫，这个学生他就会长成那个样子，尤其是在这种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其实老师能够给学生的东西是有的啦。我觉得有些时候要跟老师们讲说，你不要太小看自己，你真的能够影响一个年轻的生命
特别是在这种非考试能力上面的。考试能力的上面，我觉得那些东西我们老师都做得很棒了。其实反倒是那些非考试能力的上面。那我觉得有一件很关键，刚刚那个世清老师你提到是说，我怎么去把学校的一些发展的蓝图跟人才图像去做一些规划，甚至去做执行。我想讲一个，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老师在内，还有我们的行政同仁，大概每一个人，然后我们都是做自己的事情会最开心。那学校里面哪有做自己的事情？就是你让他这件事情变成是他自己的事情，就是这个任务是他自己的任务。也就是说，这个愿景是他认同的愿景，这个图像是他认同的图像。当他的对于这个东西的认同感越高的时候，他这个东西被执行的机会就越大。怎么样让他这个认同感越高？就是你让他这个东西是他参与去做出来的。所以我在8年前我刚到新大附中的时候，我刚说我们那时候课程还没做出来。那在做课程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描绘学校的愿景，跟我们想要新课纲上路之后，我们制定的课程想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一些学生的图像。这个很多学校他们做错了，就是校长很认真，回去办公室之后过了半天写出来一份给教务主任说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事情这个东西没有人会去做，是没有，因为我干嘛要做你做的事情？你讲的事情我根本不认同啊，即便你写的非常华丽，他也不认同，因为他一点切身关系都没有。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是透过了我们大概透过了2-3个月的酝酿这些事情，然后让同仁开始慢慢的去沉浸在那种我们用了一些叫做欣赏式探寻的方式，就是让同仁他们彼此去互相的访问或者是质问，就是我们这个学校在以前我们曾经做对了什么事情，而让我们的学生做得很好。然后慢慢的，其实重点不是在得到答案了，是让他慢慢去把以前我们都只会去找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再去把它给改变，而去忘了说我们曾经做过哪些对的事情，因为只有那些对的事情才能够帮助你后面的成功，那些错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但这我们一直都在找说，我们以前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要把它改变。这个其实是反过来。那后来我们很顺利的，我们在之后的学校的愿景跟人才图像的培育上面，我们那一次全校来的大概有2/3以上的老师哦。所以这一份文件我们后来连逐字逐句我们都是透过团体去把它修出来。所以这份文件其实最后我们同仁的认同度是很高的。那我不敢说它被执行的很完美了，但是至少我们到现在都还会随时拿出来检视，说我们哪一个能力指标是不是没有被我们去做实践的，我们做到哪边了，我们还可不可以再用什么样的努力方式去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我们在过程里面偶尔也会碰到一些大家意见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在课程某些事情上面，我们这时候就会再把我们当初这一个图像再拿出来，我们就会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来看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才会帮助这一个愿景跟图像去实现的。这个时候答案就自己出来了，其实就不是我哪一个人的答案，不是我的答案，也不是他的答案了，是看这个图像去说故事。对，那这个其实是帮助我。坦白说，我就以新大附中这8年来说的话，这一个高共识的东西省了我很多力气，就是我少了跟他们再去做辩驳，去争辩应该要怎么做，因为我们最后就把这有点像我们宪法嘛，我就把它拿出来跟他看，那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答案就很清楚了。其实我觉得刚刚校长的这一番回答已经回答了我们观众其中有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在刚刚有个问题是说，那怎么样在一个校长当中，他要在团队里面要改革的时候，他如何带行？其实刚刚校长我觉得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就是你不是校长说要创新，是
我们整个团队当中要一起来针对这件事情当中有一个共识，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变成我们的事情，那我们共同来认定。所以也许前期在凝聚共识时间要花一点时间，但是它能够节省掉后期当中的沟通成本。对，所以我们看事情是前面累还是后面累嘛？对，那通常一定是我们一定是希望能够在前面当中就可以，当大家有一个好的共识的时候，后面的问题就会根据这个核心一起来发展。对，我觉得校长已经很棒的去解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刚刚还有一个区块就是说，如果学校里面当中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共识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发展的时候，但是如果说更上面的教育部教育单位当中的一些政策上面，好，比如说我们刚刚很直接讲服仪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很想要把学生管好，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学生做这件事，可是政策上面说不可以管服仪，或者是一定还有很多鸡毛蒜皮的东西啦。对，那面对这个过程当中，像怎么去做坚持或做当中的平衡跟协调呢？我在公立学校，我是下级单位，上级说了什么，我只能够照办，但是呢，我觉得上级讲的东西，其实从理论上来说都没有错了，对，学生穿什么东西，你可以让他做自己决定，那服仪的规范由学校里面经过民主程序、公听会，透过校务会议去做决议，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我觉得，目前教育部说，就算他违反了规定，你也只能够对他做正向管教，而不能够施予任何的行政处分。这一点我是不认同的啦。你前面自己参与民主决策去定出来的法规，那你定了之后又可以不必遵守。我觉得我们可能注意了、尊重了他的身体自主权，但是我们却违背了法治教育。那你就不要去定这个法就好了。我也反倒支持说开放全变，就全部都变服那就另外一个安全问题，大家再来思考可是你去把这些事情把它给模糊化，我当然不去说它有一些背后的因素在，可是这个部分其实现场的老师是很寒心的啦其实我也有观察到现场有一些老师他会跟我们说气话，他会说像教育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什么都不能管。当然教育部又会说，我没有叫你不能管啊，你可以对他做正向管教啊。这个等一下我再说一下。我们的老师就会开始有一些的泄气感，他会跟我们说气话说，那我都不管了。但是其实后来我看到会跟我们去介意这个问题的老师，都是很认真的老师，他都不会不管。但是他只是会一点一滴的去磨损他的教育热情而已。所以我刚刚说，有些时候我们要站在跟他同线的同一个阵线去同理他，就是说，有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教育部去跟他发脾气啊，他只能够对我发脾气。那有的时候在会议上讲的 keep up， 其实我都认为他不是在对我生气了。因为我有跟他说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是下级单位，我说下级单位，我即便不认同你这个法，我还是得遵守啊。所以我学校里面我还是遵守这个法规啊，就是不会对他施予行政处分。那我再回到正向管教这件事情，正向管教对学生的行为改变有没有效？当然是有效但是我曾经跟长官们说过，辅以这件是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真的用不到正向管教这么一个大刀了而且我跟他们说过，我说一个导师他面对的班级的学生30多到40几个，里面像思琪你是辅导老师，你就知道现在普特融合里面有太多的学生是我们不能够对外说，但是他需要我们放很多心力，特别是导师跟我们一线的辅导老师，这个部分这个各中心酸大概就是导师跟辅导老师，还有我，还有学务人员知道这些个案需要我们付出多少时间的。那你让这些导师花了一些太多时间在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把他的时间从那些应该被赋予会放更多时间的学生身上抽离出来。这是不聪明的做法
服役的问题自古就存在。我们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乖过啊。以前我们都穿卡其裤的时候，我们的裤子一定会做不一样的布料颜色，错，但是毕业就没事了啊。我们那时候也都很认份啊，如果不小心被教官抓到，就是我们衰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违规啊，违规你就甘受处分呐、哦，因为那时候规范就是这样子嘛。那你现在学生他也制定了规范，这个规范也不是我定，是学生他们参与进来定，也透过民主程序。所以我认为，整个道理都没有错，但是做法有错。那可是你说像这事情，我们能不能去改变？不行。但是我会在校内会议的时候，我会跟学生、跟老师们谈我刚刚跟你们谈的这些事情。我跟他们谈完之后，其实他们知道我的立场是支持他们的。也就是说，我跟他一样是处球对气啊。可是呢，但是我这么讲完之后，他被同理了。但是我还是会再拉回来学校的管教室跟他讲说，我们可以的话还是可以多跟他说一说多跟他说了有用你就这样，没有用至少像我们现在学校里面，我们也是有一些学生是没有按照他们自己定的规范去穿衣服啊。比如说我们学生定了一个很有趣的说，全身上下只要有一半以上可知辨识的校服即可。那这也是教育部说的可以混搭 ，OK 没问题。但是里面就没有容许全身便服啊。但是他有的时候穿全身便服来，也不能够对他做任何的行政的处分嘛目前的规定是这样子。好吧，那但是像我自己在走廊上看到的时候，我都会把他叫过来我没有骂他，也没有惩处他，但是我就是会跟他讲说，你这样子穿合乎规定吗？好，但我跟他讲完之后，我们新大附中的学生很乖他会跟我说，像不好意思，我明天改过来。但其实他明天会不会改过来，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要让他知道说，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你应该要遵守规范那但是至少有几个东西我们会不厌其烦的跟学生讲说，好啦，你们现在如果喜欢这么穿也是你们的事情但是有几件事情，我觉得你们那个底线，我的底线你就不要去给我碰触到了。第一个，你不能够穿的很不得体啦，比如说穿吊嘎，穿拖鞋下雨天穿拖鞋我可以接受但是大晴天你穿拖鞋我就不能接受这些东西我会跟他讲还有像我们正式典礼的时候，你就是一定是全套校服啦。对因为我说像我们会有颁奖嘛，颁奖我说像颁奖我也都是穿正式服装我说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基本礼仪的训练，你将来你出了社会一样哪天你很有成就，总统要召见你的时候，你总不可能穿个短裤拖鞋就去吧？你也肯定是不一定说一定要全套西装但是你肯定是把最整齐的样子穿出来嘛。这是一种对于总统的或对于那个长官的一个尊重，还有一个是什么？你对于其他受奖人的尊重。别人受奖人都穿得很整齐，看见你穿得很不整齐，他会觉得说，跟你站在一起，其实觉得，但是有些学生他会觉得说，有些人他会觉得说，这是我个人的自由这个我不能认同所以我们跟他说，不是只有你个人的自由，你要考虑到别人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在教育，我觉得我都会跟老师说，我们要教学生教这个啦，而不是跟他计较说你到底是有没有穿全套便服还是穿半套便服。我觉得你应该要跟他教后面这个东西。我宁可他们多花一点时间去跟他谈这个事情。其实我当初他们在定那个辅以规范的时候，我就跟学生讲过但是我就知道他们不会这样子做。我跟他说可以全部便服我绿灯是打开的，但是我就猜准他们绝对不会全身，他们还是希望保留有制服。为什么呢？要不然制服日怎么玩对不对？全身有制服日在玩什么？没错，就这个学生就是这么可爱的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太道德的问题但是我还是真的拜托教育部了，像我现在退下来，
对，不过我觉得这样校长很有老师有多少能力，就让他做多少事，没错没错没错，做一些成绩过高的事情。我觉得校长他很有智慧，就是在面对因为其实知道说我们的上下隶属关系之后，那其实是给我们的学校老师一个支持。对，虽然我们无法改变政策，但是我们可以同理换位思考。对，我相信这样子的时候，当整个环境可以营造起来的时候，其实学生他们自己也会慢慢的被一些老师来影响。那只是说，或许是不是很细节的去雕这一些很微小的东西，跟后面的教育的这个规划、这个沟通上面当中，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更多让大家可以来思考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我不晓得校长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过程中，一定会有遇到这个所谓的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可能会有一些因为可能或许家长他可能会有一些要求，或者一些期待，那是让你为难，甚至可能会让学校的为难等等之类。在面对到家长的这种可能比较强势的时候啊，那有些他可能就直接说，那我就告校长室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对，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校长会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呢？真的碰到我就面对咯。不过我觉得，学校里面不太可能，一路都没事了。像我学校里面大概1500-1600个学生，那就代表有1500到1600的家庭，对，乘以2，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大部分是这样子。他们不见得，都很 OK 啊。对，有一些我们也曾经碰过，大家现在报章媒体常说的恐龙家长。有啊。不过这个东西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了啊。我的做法就是让问题不发生，就是最好解决问题的方式了。那怎么让问题不发生？其实最好的策略就是你把一些该努力的事情，观念沟通做在前面。所以我很重视，我很看重，因为校长很少，几乎不授课嘛。我都常常说那个9月的亲子座谈，全校的家长理论上是应该会来参加，但是大部分都是高一的家长来参加比较多了。那高2、3就递减嘛。但是我很看重那一次的见面。为什么？因为那是第一次我们的高一的我们念高中的家长，他第一次跟他的学校、他的孩子的校长还有师长们去碰面。那我觉得校长有一件很重要的本事啦，就是你要把你的教育理念跟你的执行的策略，要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说出来，然后让你的家长能够听得懂。他听得懂才能够认同嘛，他听不懂他就不会认同了。那他听一次就会听懂吗？不会，你要听很多次，你可能要写很多次给他看。我们在学校服务经验的人都知道，就连我们学校的老师，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事情我们已经讲过 N 次了，他还是说啊，有这件事情吗？有没有？就你这种笑就是代表说都是碰过嘛。对啊，有这件事情吗？不是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吗？布告栏上面也有贴啊。而且已经贴了不止一次了。那一大群组里面已经讲了 N 次了。天兵吗？正常啊。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很多种样态。家长也是啊。所以像我的做法是，亲子座谈那一天，我会用心准备好几天，去跟他们讲，你要去感动他们，让他们信任说我是很想用心去带你的孩子，然后我也告诉他我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懂或接受？不一定。所以我们就不会是只有这么一次的沟通。所以像我自己的做法，我这10几年当校长，我除了因为我们见面的跟高中的家长见面的机会真的是不多了，不像国小的家长一样会很多次。所以刚刚那个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世青有问到说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频道。我其实就是觉得说，你
我没有办法见你，但是我总可以用各种管道去跟你沟通吧。所以我会透过脸书，透过 Podcast，透过 YouTube，然后我会告诉他有这么一件事情，你可以去看我跟你讲的事情啊。然后呢，我还有用一个小技巧，就是我每个段考完之后，我就会夹着那个成绩单。他大部分家长会看成绩单，然后看看说这兔崽子，你这次给我考多少分啊？我看你考第几名啊？哎，不小心看到校长的信，他可能有2个动作嘛，一个是把它给揉掉了，这没用，对吧？看成绩单就好。另外一个呢是拿起来再看一下，校长今天讲什么？哎，我曾经有家长跟我说，他本来啊看完那个成绩单已经准备要骂人了，然后看我再写这样一封信的时候，他忍下来了，因为我会跟他谈一些亲子相处的问题，这是真实的故事啊。所以我之前刚开始在写这些信的时候，我们有些同事跟我说，像你这样写他们会看吗？我说我也不知道因为透过纸本的信件，我也不知道它的开信率有多高。像我们电子报，我们可以看它后台有开信率嘛，对，那这个我也看不到。但是后来我在一些私底下场合里面，我都常常3不5时都会有家长来跟我回馈说，或者写信给我，跟我说，像你的信件是我每一次段考完之后最期待的东西，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是真的很认真，但是有些时候因为这一些被我们服务的人，他这样子跟我们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就是鼓励我们再往下继续走。所以我这10几年下来，我每一年都是这么做。我从第1年到现在，我每一年做的方式都是一样。所以辛不辛苦没有不辛苦的事情，但是你觉得值得，你就会愿意再继续去做。我觉得我觉得校长真的是很聪明啦，就是刚刚他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最好要让问题解决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让问题发生，而在这之前当中要做很充分的沟通，对，而且校长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跟家长做沟通互动的过程包括我觉得能够像写信这件事情，偶尔我们会在学校，或许有些每次段考上面，偶尔会看到一些校长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校长还将自己的一些教育的理念，然后放在 YouTube、放在 Podcast、放在脸书上面。其实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他知道，所以那校长他在学校的这个领导的带领的过程当中的想法，我觉得他就降低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发生的这个事情，对，做了很好的预防。对，所以在校长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中，我觉得是不断的透过各种的方式，然后来对家长甚至对学生，我相信学生也有一些会看脸书的，我相信他们也会知道说，校长也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因为之前校长有一篇文章就是退休说全校是为你在欢送，我觉得那个很了不起，因为在我印象中校长离开就离开了。我印象中好像都是长这个样子，对对，比较少会看到说能够让这个全校的师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相当纪念的一个动作，是很佩服的。所以这边跟大家短暂广告一下，永英校长有一个教育电子报，有一个电子报，对，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兴趣的话，里面当中他一开就有一个40封的家书在当中就能够在当中能够持续的给大家一些赋能我相信后面也会有一些新的文章进来所以待会我会把这个电子报然后放在链接上面，如果有需要的老师、家长或学生都可以在上面做这样一个订阅的动作，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再回来就是说在刚刚其实有听到这个无所不用其极的沟通提前的这个过程里面，对，所以那我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很想问其实在学校在规划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蓝图的过程，然后还有在面对到这个教育部的108课纲这有很多的理想，那在这一件上，其实对于学校的生存来讲，一件很重要的命脉叫做升学榜单。对这一件事情当中，对他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拉扯？因为很有可能为了榜单，我就得牺牲掉一些教育的理想。对，那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有些学校他可能在选择经营那冲榜单这件事情，然后在面对课程上面，我不晓得校长在面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接受说冲榜单就要牺牲这些理想但是
但是不可讳言的啦哈。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它是相辅相成哦。我们把升学榜单弄好，它只是我们的目的之一。因为其实像以我们普通高中，它就是，在高中目标里面，它就有写得很清楚啊，就是奠定进入下一阶段学术研究的基础嘛。简单说，这个东西换成白话叫做升上好大学啦啊。好，所以升上好大学，这是家长的期待，也是高中教育的目标之一。可是别忘了哦，高中教育目标还有其他的哦，不是只有升学而已哦。它还有就是你要养成学生良好的品格，还有一些考试考不出来的能力，特别是我们新课纲现在写了那么多哦，我不知道，就说我还是真的鼓励各位老师，就是说要好好去把新课纲读懂，哦，读熟哦，你不一定要背得出来，但是你自己要看过，去把它内化到你的脑袋里面啊，你知道什么叫素养 ？OK， 啊，这些东西就是你简单说素养就是活学活用嘛，你就是不会培养出一个书呆子啊。好，那升学榜单跟教育理想会不会有什么矛盾冲突？要互相牺牲？我个人是不认为需要了哈。我常跟我内部我们的同仁说，我都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呢，我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哦，对，务实就是贴近社会的现实。社会第一个想要看的是什么？你们考得怎么样？所以你一定要考得出来。你考不出来呢，你后面做的教育理想的东西做得再好，坦白说，以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面啊，会少掉一半的关注。对，好，而且呢，如果考试考不好的话，家长第一关就会过不去了。好，所以家长都是很贪心的啦。我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对学校期待很大，他希望你把他孩子教到怎么样，又会读书，又知书达理啦，就是又会读书又懂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怎么做，我个人的经验呢是，课你就正常上，该做的升学辅导就照正常去做，真的不要走极端，然后不要因为要做升学辅导就舍掉一些该做的东西。像我们学校课程教学都非常正常，好，校定课程不是考科，我们每一堂课都正常上，我都不容许他们非考科就给我随便上。哦，像我们自主学习，我们也非常照我们的规划在做，是我们很看重的能力啊。就其实以108课纲在新大附中的实施来说，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照顾来了哦，就是我们完全不偷懒，而且我们会滚动修正，就是说，今年我们会看去年做怎么样，我们会再做一些微调，然后我们去看学生的学习的成果啊，不纯然是为了升学，所以我觉得，做好生活、生涯、生命教育的，其实我的经验，我这些年下来的经验的哈，你把生活教育做得好，学生就会乖啊。你走出去，社区民众、家长看到我们学生，就会觉得说，哎，孩子还管得还不错，这学校有在教，生活教育做得好，生涯教育做得好，学生就有一个内在的动机，他知道说他想要去读什么东西啊，他有他的努力的目标。高中生你其实很难像国中一样这样子在后面一直鞭策他，你怎么去透过良好的生涯教育、生涯辅导，去唤起学生的内在动机？唤起他内在动机有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找到他的目标。他有一个目标之后，还有如果能够再结合他的兴趣的时候，他那个整个那个学习的动机会更高。好，再来就是生命教育，就是说，因为学生他读高中，其实坦白说，像以这种升学型学校，你说不苦闷吗？我觉得他们其实有些时候，其实我觉得现在高中生真的很忙啊，他要兼顾很多人际关系、课业、情感。我觉得生命教育像这个部分也是你们的专长嘛。我的生命教育如果没有做得好，我觉得其实学生真的会活得很不健康。所以我觉得生活、生涯、生命教育做得好，升学成果就不会太差。因为
他活得这么健康了，其实他升学，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其实进到这个学校，其实他的学术根底啊，他就在那个地方。坦白说了哈，我一直都认为说，像学生进到我们这所高中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能够对他的学术能力改变的幅度啊，远小于我们能够对他的人格跟他的心智影响的幅度。其实我常说了哈，有的时候我们考出去这个医科的学生，其实他在3年前入学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医科的种子了。我想很多人都应该有这样子的想法。医科基本上它本身那个值就在那个地方了。对，我们3年其实只是让他维持稳住，然后让他有一个好好读书的环境。其实天才不一定是我们教出来，我们只是让他的天才有一个孕育发展的一个空间而已。那你还能够给天才什么？就是给他一些，他毕竟他是一个还不是那么成熟的个体嘛。你如果在他迈向成熟的过程里面，你给他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特别是价值观。我觉得我自己在带学校的时候，我不太希望培养出一些太过于自私自利的精英主义者啦。所以我一直在学校里面，事情应该有常常看到，我常常在倡导，就是自己幸福、助人幸福这8个字，就是你把一切的本事都学好，去考上好学校，将来找到一个好工作，让自己过得幸福，这是基本款啊。但是呢，你也不要忘了，这个社会啊，你取之于社会的东西很多了。你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高枕无忧，其实是社会很多的人在帮我们做这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去行有余力去服务这个社会？我觉得，因为这样子，这个社会才会进步。这是我在学校里面，我一直在跟学生讲这个观念。诚意很高吗？是，所以我觉得常讲就会有影响力。所以像学生现在，他做不做得到，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他至少都知道说，我们校长一直都在讲这8个字。对，那他也大概知道我跟他讲这8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对，他现在做得到做不到，我觉得那不是重点，是他可能就埋下一个种子吧。埋下一个种子。没错没错，就是教育其实就是一个埋种子的一个过程这样子。而且刚刚其实校长有提到，你要成绩好，你就是把生活、生命、生涯3个部分过好。知道这3科在学校里面课堂是很少的对，一个礼拜可能就1-2节课而已，但是它却是如果说或许我们大多数人会不断的去冲学科啦，好像那把这个学术的底子这样弄好。但是我觉得刚刚校长讲了一句我很认同的话，我们能够改变他的生命品格，对，那比较容易。那要改掉他的学术的这个基础上面，这是难度比较高。就我会从这个地方中不断的从生涯、生命，然后生活的方式的教育，让这个孩子健康的成长。对，成绩似乎就是一个副产物这样子，就是一个不断的直接会产生的这样一个过程。我就很棒，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听完校长这样的一个分享，但我们其实还会有一些观众还有一些提问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提问呢上面是要比较细节一点点。对，其实刚刚有提到有人有问到说，如果说有些行政疏失的时候，对，那这个新旧案件当中，那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接啊，然后整个轮替？我觉得这一块当中，可能我们今天就不一定在我们的直播上面做回答，但是我觉得整体上看下来当中，也是可以让我们的如何让校长可以透过他的这样的一个领导的方式当中，让大家一起不断的做一个团队的决策，不要让学校变成校长的事情，而是大家一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这样，最后我就是想。因为校长其实在接下来当中，他会有一个就是他有很多的计划包括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个电子报的部分，那另外还有这个所谓的教育环岛的部分。对，校长要不要跟我们说一说你在之后当中，现在你已经退休了，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那我们可以在当中如何的认识了解呢？好，今天直播时间是8月9号，今天是我退休的第9天。退休这1年我至少我先做第1年的规划而已了那因为我觉得人生不用做太长远的规划，特别是退休人士，过完1年，过完当下过得精彩很重要所以我第1年还是有给自己一个计划，我做了5个规划
大一个是我回学校会当任辅职工对，就是继续关心我心爱的宝贝们第二个呢是我刚思欣有帮我说了我会办一个电子报电子报就是在对抗我们那个脸书的不理性演算法，就是当然如果你很需要这个教育薪资或者一些文章探讨的话特别是一些跟学生的学习有关的话，我会不定期我会每一个礼拜会写一封信给电子报的订户那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订一下那第三个这还没做，但是我未来可能会做，就是可能会开家长的线上读书会吧可能用直播的方式，因为我自己个人会去常常阅读那我想你阅读完之后，阅读最好的学习最好的方式就是输出输出然后去讲给我们的其他人听，其实我也是在自我学习一个强迫自我学习的一个方法当然这个东西各位就以后可能在我脸书上面再看看最后一个再来第四个就是我想要把这17年的校长经验把它写成一个类似像回忆录吧但是可能会稍微整编一下，就是做一些的假如说反正写了之后如果有哪一个不怕了钱的出版社他帮我出了，也许可能就有一些我们校长同业看一看假如对他有一点点的帮助，我觉得这也是功德一件因为帮助了一个校长就等于帮助了一两千个学生跟一两百个老师但这个是我自己很自以为是，觉得说我可以帮助人家，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其实我都不会觉得怕不好意思，就是你当个傻子，如果人家不想看，我们也不会勉强人家看的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教育环岛，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人去说一些学校现场的好，但是我现在看到我们学校现场的好，它值得被用更多的方式被看到我这种退休人士呢比较多的就是时间，所以我想要规划一个叫做教育环岛故事连线就是我想要自己规划一些因为全国各县市我大概会以高中为主啦然后每一个县市去跑一跑但是不太可能把所有的高中都跑完可能先跑第一圈，说不定我就先点几个学校然后到那个学校去之后也许他们邀请我演讲，我就去讲一讲。那如果他们愿意让我跟他们说一说他们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学校都有他很努力的地方那只是他们有些时候都太过于我觉得太过于客气了，觉得好像去讲自己的好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这种风气要改，就是说你应该要多扬善，而不是去把这些东西把它给隐藏住那我希望去帮这些学校跟他们一起去探索这些故事，然后我可能会用脸书的文章或者是电子报的方式，或者是我会录一些 podcast 或一些短影片这个都是世清老师很擅长的东西只是我想可能我可能到其他县市去的时候我去跟他们谈一谈那希望能够挖掘我们教育现场的美好的一面我常说美好的事情很多，但是就欠缺欣赏的眼睛如果我们多带着这一个欣赏的一个眼睛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说学校教育怎么样，其实我必须要很为学校现场的人员去说一声就是我30几年的教育生涯，我很少在最后这几年看到台湾的学校的老师是像以前像现在这么认真过我觉得新课纲其实坦白说把老师弄得很累，但是我觉得教育部也应该要肯定学校老师真的这一段时间真的非常认真，特别是我看到的是普通型高中的老师非常的认真在做这些事情这是我觉得应该要透过这个网络这个方式
再替他们多说一些话。老师并没有不认真啊，但是也有一些老师真的是可以再更好一点，但是大部分老师都非常的认真。OK， 好，所以说在校长接下来当中，他会有一些不断的去诉说不同的学校美好的故事，对，那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就是相关的这些行动啊计划，能够为台湾的教育界当中持续输出一些更正向的能量啦。对，我相信不管是从读书会电子报、教育环岛这些各个，还有这个校长回忆录，我想我应该会很期待这本书这样子。对，然后有时候能够不断的去传递一些美好的事情。对，那我们或许不一定要也不断的去改自己的缺点啊，把我们的优点说出来，然后让别人能够更多的看见这不同的学校的一些好处。我常常会觉得说，有很多学校他们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会很辛苦，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的特色跟定位。对，那或许校长可以用他自己的过往的这些不错的经验，对，那帮助我们。如果他们愿意跟我有一些对谈的话，也许我们也可以类似像教练的方式跟他们做一些的问题的一个把脉，然后有些时候常常一个人他们在里面可能不见得看得出问题出来，对，就像我们去跟他们看一看，说不定也对他们有一点帮助。对，我想这样的一个区块一定是会台湾教育界当中一定是相当需要的。或许有一群校长就也许可以来找永英校长担任这个教练顾问的动作的样子，对，那一起协助学校成长。那关于的我们今天可能还有一些问题，我可能会再整理一下，可能来不及回答的，我也会另外email 给就是永英校长，如果他能够在当中做一些回应的话，我们会在当中做一些相关的回应这样子。那今天非常谢谢永英校长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对，那我们也祝福永英校长在接下来当中的每一个行程，然后都健康，那并且持续的传递正向的价值给这个社会，为这个社会创造出更好的教育观念这样子。希望。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谢谢思琪老师，谢谢，拜拜。好。